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孟之彤是被男友迷晕后，搀扶着送到酒店的客房，但她的男友千算万算还是失策了。孟之彤对麻药一类的极其不敏感，以至于她会提前醒来，打量着屋里环境，吓得她忙不迭地逃出来了。孟之彤扶着墙虚脱地站在走廊，就听到有人走楼梯的声音，来不及多想，她在男人打开门的瞬间直接冲进去救我。江衍婷双眼通红，忍受着心里的一股燥热，想要推开他，但强烈的药力控制下，让他将身前的尤物紧紧地拽进怀里，一阵的狂吻向孟之彤袭来。起初还有反抗，渐渐就变得力不从心了，因为他好像也喝了奇怪的水，在此催使下，他们就如同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场欢爱正将两人完全的吞噬了。这边无尽的欢愉，而另一边富二代金博远却因为没等到孟之彤，而将走错房间的女人直接连人带包丢在大床上，还一脸邪笑地说：宝贝儿，既来之就安之，让我好好疼你呀，我给你钱，很多很多钱，求你放了我。陶夏可颤巍巍地求饶。他是被江衍婷赶出客房的，本想再折回去，哪里想到会错走进了隔壁的客房，而眼前的男人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，就让他有些后悔算计了江衍婷。这个现世报也太快了吧，你觉得我能放了你吗？嘿嘿。金白远如野兽一般扑向他，让陶夏可尖叫一声，就再没有反抗的机会，只能任由他肆意的纠缠，一夜不眠不休。孟之彤艰难地微睁开眼眸，望一眼背对他的男人，一想到昨晚的疯狂，吓得他慌忙逃出了客房，一路战战兢兢，直到回到家里还在大口地喘息着，被吓得不轻。彤彤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孟之彤的大哥眼见妹妹泪眼婆娑的样子，单手将她抱进怀里，就听着哭泣泣地说：哥，唐静安考上国外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了，那不是很好？妹妹的男朋友家里很穷，但胜在学习很刻苦，现在又考研上岸，两人的感情又这么好，让他都觉得很欣慰。哥，他为了凑齐出国读研的钱，竟然把我送上金博远的床，若不是我对麻药不敏感，估计这辈子都被他毁了。他哭得浑身都颤抖了。唐静安的无耻让他觉得自己这2年的付出真的一文不值。你没告诉他，哥哥已经帮你们俩都准备好出国的钱。大哥安慰地轻拍他的后背，幸好没说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还要被他骗多久。大哥，我想现在就离开了。孟之彤想逃，不光因为被前男友伤了，更想逃避昨晚发生的事，一夜疯狂，而他竟然连男人的脸都不看清，糊里糊涂的失身，让他只想找个地方舔舐伤口了。一走就是5年。孟之彤接通了大哥的电话：喂，大哥，你们都还好吗？现在是中秋前夕，本是团圆的日子，而他却在国外躲了整整5年，该是鸵鸟中的奇葩了。我还好，就是爸妈身体。大哥说一半就欲言又止了，他从未撒谎过，在爸妈的逼迫下，脸色尴尬地泛白了。大哥，爸妈到底咋了？孟之彤焦急地握着手机，手心因为紧张都冒出冷汗。时隔5年，听到这话，他心里只有内疚。爸血压高住院，咱妈也因为头疼被送进医院了。
童童，你能抽时间回国一趟吗？说完，大哥深深地叹口气，能，你们等我。1周后，孟之童已经坐上回国的飞机了。国外的工作已经辞职，这一次回来，他只想弥补对父母的亏欠，好好陪在他们的身边。至于害怕遇到那晚的男人，他只有祈祷千万不要。孟之童从机场出来，就直接跑医院来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能拿生病吓我？看着红光满面的爸妈，他瞥一眼身旁的大哥，两人眼神交汇，更多的是无奈。童童，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跟着你大哥去相亲吧。母亲看一眼儿子，大哥就默许的点点头，却听孟之童直接拒绝了。我还年轻，不需要相亲。28岁还叫年轻？童童，你不会还没忘记唐静安吧？母亲递个眼色给父亲，就见孟爸爸眉头一蹙，为难地说：童童，我听说唐静安没能出国读研，而且一直在本市待着，你是想再找他吗？大哥，不是要去相亲吗？孟之童闷闷地坐在副驾驶，余光扫一眼路旁的风景，只觉得心里堵堵的。童童，那晚的事，大哥话说一半就被他打断了。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瞒你，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不过我可以断定，他应该有自己的事业，因为周身气势是装不来的。听他这么说，大哥微微一挑眉，安抚地说一句：童童，你若需要，大哥帮你找到他。不用。那晚的抵死疯狂一直让他十分抗拒，不是讨厌，只是单纯的不想有联系。到了，大哥把车子停稳后，孟之童就下车往高级餐厅走去。他消瘦的面容透着几分凉薄，打量一圈对面坐的男人，中规中矩的模样，自己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倒是从桌前经过的男人让他眼神灼灼了。喂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孟之童撂下一句话，就向男人追过去了，而相亲对象见他跑了，也一路追过去。停车场上，孟之童拽着男人的手臂，一脸恐惧地说：先生，有人追我，你能带我离开吗？江衍庭驻足打量着他，一身素雅的打扮，甚至顶着一张素脸，就赶来这种地方，他倒是对自己颜值很有自信。只不过他拦路就扯住陌生男人，这个习惯不太好吧？孟小姐，相亲对象刚追上来，孟之童就拉着江衍庭跑起来，他是危险人物，咱们再不走就晚了。豪车里，江衍庭启动车子，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了。我瞧着他似乎认识你。孟之童摇摇头，先生，他是父母逼我相亲的对象，刚才想对我动手动脚，幸好有你，不然我就遭殃了。那个，我能用下你手机吗？江衍庭将手机递给他了。孟之童翻弄一会儿，就满意的把手机还给他，还不忘笑嘻嘻的感谢他。而江衍庭却淡淡的来一句：孟小姐是吧？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他一脸心慌地迎上他的目光：江先生，有这么明显吗？这是5年以来孟之童第一次的心动。眼前的男人金贵的气质让他根本移不开眼，还有他身上独有的魅力，也让孟之童十分的上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江衍庭用指尖挑高他的尖下巴，两人对视的刹那，彼此的脸颊都红了。因为孟之童竟然胆大的凑近吻上薄唇，微微一笑间尽是得逞的快乐。
江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但我知道你是我男朋友。话音刚落，他低头封住了粉唇，许久的纠缠，才将快要窒息的人松开。孟小姐，我是你招惹不起的男人，那我偏偏要试试呢。孟之彤犟脾气上来，八头牛都拉不走。前男友唐静安是追求了她1年之久，孟之彤才同意跟他交往的，结果却被他利用，因为20万而将他送上别人的床，整整用5年疗伤，才敢再次踏上回国的路。却在相亲的时候，竟一眼对江衍婷动了心。下车，我还没到家呢。他委屈巴巴地抓着胳膊，却被江衍婷使劲地扯下来。我到公司了。江先生，那你能邀请我去公司坐一坐吗？话音刚落，江衍婷开车门，直接将他推下了车。不能，想都别想。门被关上的刹那，孟之彤嘴角微扬的仰头，望向了本市的顶级大厦，拨通大哥的手机。大哥，我要追江衍婷。你疯了？他可是本市最难搞的男人，不仅薄情，还超级火爆脾气。你跟他，你们根本不是一路人。彤彤，你和相亲对象试试不好吗？他好像也是本市数得上的富二代。大哥，我只要江衍婷，你帮我把他的喜好都给查清楚好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大哥孟之进随后就拨通下属的电话，交代好工作后，才站到落地窗旁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吞云吐雾间，眼里竟透出一丝的担忧。一个是不经世事的单纯女孩，一个是久经商场的老狐狸，他们真的合适吗？某日，酒吧的包间，孟之进翘着二郎腿，打量眼前的男人，稳重帅气且气度不凡，一身的黑色运动服却让他更显得洒脱俊逸，有种无法超越的痞帅气质。5年前在云华酒店，那个男人就是你吧？不查不知道，一查还真惊到他了。然后呢？江衍婷眉头一蹙，淡淡的点燃一支烟，一副慵懒的样子，还透着处事不惊。我妹妹已经忘记你了，所以你不必再招惹她，以我们孟家的家世，不需要你来负责，是吗？两人对决，江衍婷显然更胜一筹。我话已至此，希望江总能慎重考虑。孟之进站起身要走，就听到身后悠悠地传来一句：是他招惹我的，那就不能怪我照单全收了。话落，江衍婷竟先一步走出包间，将未来大舅哥远远甩在身后了。彤彤，他不喜欢女人。兄妹俩坐在茶几旁，孟之进开口就给妹妹泼冷水。大哥，我第一次主动喜欢一个男人，你就别在这泼我冷水成吗？还有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去会一会他的绯闻女友。彤彤，他真不适合你。孟之进最后的劝道。大哥，我喜欢他就够了。孟之彤拿着手机，兴冲冲开车离开了，因为他要去偶遇江衍婷。谁料却是碰到了绯闻女友陶夏可。你要找江衍婷，可知我是谁？情敌相见，分外眼红。陶夏可眼神犀利，肆意地打量着他，精致的五官十分耀眼。虽然穿一件普通的白裙子，但依然难掩孟之彤的女神气质，让人很难不对她有戒备心。陶夏可，陶氏企业的小女儿，与江家是世交，一直追求江衍婷多年，她对你却是越来越冷漠。不错，还懂得调查我。孟之彤苦笑地摇摇头。陶小姐，
是外面的人们都在对你窃窃私语，我站那里5分钟，都听得耳朵起茧子了。你，陶夏可眉头一挑，鄙夷的眼神扫在孟之瞳的脸上。你就是最近一直缠着眼婷的女人，痴心妄想，你以为她会能看上你？从头到脚才不过500的身价，凭啥有底气跟她抢男人？陶小姐，那就各凭本事呗。这时门被推开了，江眼婷刚走进来，就看着孟之瞳摔到地上，手背正往外渗血，鲜红的血滴子看着就十分刺目。眼婷，是他自己划伤的，与我无关。陶夏可也实在无语，看着单纯无心机的女人，竟是一个十足的心机绿茶婊，不仅自己割伤手，还摆拍地坐在地上，真是让自己大跌眼镜了。江先生，我晕血，你能？孟之瞳直挺挺地晕倒在地上，情急之下，江眼婷将他抱在怀里，直到修长背影渐渐消失，陶夏可才气到肝疼。若早知他爱吃这套，那自己还装啥高冷范？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先生，晚饭要再热一热吗？张仪望一眼一直在熟睡的人儿，连平时的大嗓门都变得极轻。这是江眼婷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，她可是高兴坏了，生怕吵醒了孟之瞳。她估计还要晕许久，直接撤掉吧。她才刚说完，就见沙发里的人儿微微睁开眼眸。江先生，你手好冰，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他从口袋取出1颗糖，直接塞他嘴里，眼神里的崇拜让张仪识趣地躲厨房里了。你知道我对女人没兴趣。江眼婷嘴里的糖味让他眉头舒展了。现在就有了，自作多情。孟之瞳用手指攀上他脖子，亲密的样子让他耳廓微红了。江先生，我可是你唯一带回来的女人。他洋洋得意的一笑。江眼婷用手掐住他下巴，让他们不得不平视对方，近在咫尺的距离，容不得他躲闪。调查我，还对我死缠烂打，你对男人都这么渴求吗？孟之瞳苦涩的一笑。我若说你是我第一个主动追求的男人，你信吗？话落，江眼婷松开了他。医生说你没事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家。他一脸抗拒地摇摇头。别奢望我会送你。他脸色一沉地坐在沙发里了。家里多个女人，确实够头疼了。江先生，我想住这里，不知道。话说一半，就被他一句不可能给直接谈崩了。这时张仪走近，送来2杯茶，一脸热情慈祥地说，先生，家里有好几间客房，孟小姐要是想住，我这就去把传单被罩换好。谢谢张仪。孟之瞳挽着张仪的胳膊，两人说笑着上楼了。而坐沙发里的江眼婷无奈的苦笑，他好像才是男主人吧。张仪，问你个事呗。说。张仪拉着他的手，两人如母女一般坐在床沿，看着他可爱活泼的样子，打心眼喜欢他。江先生，有过喜欢的女孩吗？几个？一个没有，你是唯一的例外。张仪温柔地拍一下他肩膀，笑着走出客房了。我不同意，你把他留下来。江眼婷杵在厨房门口，冷冷地说。张仪一边在刷碗，一边朝他笑笑。先生，老爷子特意嘱咐过，但凡来家里的女孩子，都要好好的款待，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。他是老爷子的人，在10年前被拨过来照顾江眼婷，
一直是亲人一般的存在。江衍婷母亲去世10年了，是该迎来新一位的女主人。张姨，我还要给孟小姐送燕窝，你该忙啥就忙去呗，不会你也想喝燕窝？江衍婷不等他话说完，人早已经回房间，给司机小张留一个信息后，便褪去上衣要去洗漱，就见门缝越来越大，他眉头一皱，孟之彤，我在。他穿一件花睡裙，笑盈盈地跑到他身边，双手捧着一碗燕窝。张姨说你想吃，我就给你送来了。江先生，跟你住一起，我才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家的温暖。注意用词。孟之彤嘿嘿一笑，住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，江先生，晚安。他将燕窝放在桌子上，就优雅地转身离开，嘴角微弯，一副得意的样子。明天一早，你就回自己家。孟之彤伸手摇一摇，显然并没有威慑力。从他晕倒的那一刻，江衍婷将他抱在怀里，就充分能够证明一点，他不是真的冷酷无情，而是外冷内热的男人。某公司，孟之彤是学设计的，这次回来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商场附近的一家公司。是你？他看清来人是金博远，转身就要离开，竟被他伸手拦住了。孟之彤，好几年没见，你越发好看迷人了，你还是那么没礼貌。孟之彤看似玩手机，却是给江衍婷发一条微信，告诉他自己遇到渣男了。5年前的那事真的与我无关，都是唐静安自己的鬼主意。彤彤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是真心喜欢你，从来没想过用下三滥的手段得到你。我知道了，现在能放我离开了吗？金博远递给他一杯茶，轻笑着打量他。彤彤，既然咱俩误会解除，能不能跟我吃顿饭？当年收拾唐静安我也帮忙不少，这事你大哥没告诉你吗？谢谢啊。孟之彤懒得再搭理他，饶过他想要离开，却被一把拽进怀里。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被猛地踹开了，来人正是江衍婷。衍婷，你终于来了。他推开了金博远，哭泣泣地投进他的怀里，双手环住他的窄腰，两人十分的亲密。江总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江衍婷眉头一挑的对上金博远的一双小眼，见他忐忑，嘴角闪过一丝冷笑。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当年住隔壁客房的人就是金博远，若不是他突然开门，估计孟之彤就羊入虎口了。江衍婷还听说这几年他与陶夏可一直走得很近，可以对于眼前的商业大鳄，金博远哪敢阻拦，除非他想毁了金家。江衍婷临了扫他一眼，金总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希望你能高抬贵手。那是，我跟孟之彤本就是朋友，自然对他照顾有加。金博远谦卑地说，照顾就免了，别打他主意。说完，江衍婷带着他离开金氏公司了。谢谢你，江先生。江衍婷转过头来，盯着他说，我都不知道，你竟然偷加我微信。孟之彤，你还真是不知羞。你都说了我们是朋友，朋友总不能没有微信和联系方式吧？江先生，你救了我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孟之彤见他没反驳，低头偷偷地笑，在追福之路上，他越来越成功了。酒吧里，陶夏可一身艳丽地走进包间，还没站稳就被金博远拽进怀里，肆意地与他亲昵一番，
直到两人都气喘吁吁，才彼此分开。今天吓死我了。他满足地抿一下唇角，看陶夏可的眼神也更多几分掠夺。从5年前的那晚之后，他就与陶夏可维持着地下情人的关系，两家也多有商业上的合作。虽然开始不太愉快，但他们却硬是把强迫处成了友好的关系。有时说是别整这出，金博远，我可是警告过你，咱俩的关系已经结束，别想再缠着我。毕竟他是被金博远强迫上床的，在经历一夜的折磨后，陶夏可身心受伤，半月都没敢出房间。也是从那晚之后，不得不与金博远维持不正常的关系。庆幸的是，靠着他自己挣了不少钱，不然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极了。你最近遇到麻烦了，或许我能帮你。胡说！陶夏可以为他又想讹自己，一口否定了。而金博远也不恼，笑呵呵地掐住他的腰肢，一脸贪婪地在雪白梗子啃咬一口。江衍婷带回来一个女人，据我所知，她也不是泛泛之辈。孟之彤的大哥有一家上市公司，虽不及你的家世，但人家江衍婷宠爱他呀。我看你是无望嫁入豪门了。你很了解他。陶夏可轻柔地捏着他胳膊，凑近吻上了唇。一番的亲热后，金博远一脸满足地说，她是我5年前就看上的女人，不过我可以为你而毁掉她。白远，你真好。那今晚，他羞涩地点点头。金博远揽上他的纤腰，两人相依偎着走出了酒吧。一场阴谋因孟之彤而生，正朝他慢慢地袭来。别墅的客厅里，孟之彤委屈巴巴地盯着他。江先生，你生气了。见他脸色阴沉，他后背都禁不住地冒冷汗了。先生，见你受伤，是在心疼你。张仪插话地打破冷寂。我知道。孟之彤一脸愧疚地点点头，见他依旧不理人，直接挨身边坐下来，低眉顺眼的小心问，江先生，你不会因为我惹麻烦，你就要赶我走吧？孟之彤，你跟金博远什么关系？他误以为他去见前男友。女人就是善变，一边狂热地追着自己，一边还能与前男友藕断丝连。我现在就都告诉你吧，5年前的时候，我前男友考上了国外的研究生，为了凑齐出国的费用，把我迷晕送到金博远的床上。庆幸我对麻药不敏感，才得以成功逃走。江先生，你是不是很在意我呀？孟之彤一脸惊喜地问。原来那一晚的时候，他还经历了这么多事，难怪两人一接触的时候，孟之彤就格外的燥热，看来也是被人算计了。误打误撞，他们又一次的重逢，只是可惜的是，某人竟对他毫无印象，却还是一见钟情的追到他别墅了。我们才认识不过1月，实在谈不上在意与否。江先生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孟之彤一脸期盼地盯着他，而江衍婷眉头一紧，很不给面子地摇摇头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相信了。孟之彤攀上他的脖子，笑呵呵地说，他从不觉得主动追求男人是丢人的，自己就喜欢江衍婷，为他死缠烂打一回也心甘情愿。先从朋友交往开始，我不习惯太跳跃的进度。说起来，江衍婷还是挺传统的，喜欢日渐情深，而不是一夜贪欢。虽然他们是如此，但还是不想错过慢慢相处的机会。好啊，
孟之童兴奋地在他薄唇轻轻一吻，只是蜻蜓点水一吻，已经让他面色如红霞，整个人都兴奋地跳跃了。江衍庭无奈地叹口气，他讨厌女人的纠缠，但唯独孟之童是个例外，他的鬼灵精怪让他冰冷的心渐渐变得柔和了。35岁的年纪，他竟有了想恋爱的冲动。孟家，孟之童被大哥叫回家了，坐在客厅等他的还有爸妈。如此的阵势让他倒抽一口凉气。你们这是想审问我吗？童童，你跟唐静安分手后就一直在国外上学，现在刚回国不久，就整天追在江衍庭身后，还大张旗鼓地住在他家里，是不是想故意气某人呢？这个某人暗指唐静安。爸妈，大哥，我是相亲时认识的江衍庭，而且我们已经在交往了，所以不存在吃回头草。而且唐静安是个渣男，就算是我一辈子不婚不嫁，去庙里当尼姑，也绝不会再惦记他一分一毫。他是真的想谈恋爱了。人生苦短，他已经浪费5年的美好时光，现在遇到喜欢的人，只想好好的爱一场。爸妈，你们看吧，童童是真的在谈恋爱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孟之进也帮腔地说。见大儿子都说话了，孟爸爸他们也终于放心，还直嚷嚷着让江衍庭来家里吃便饭，其实就想看一眼未来的女婿到底有多优秀，让自己的宝贝女儿打消了不婚不爱的誓言，终于有了爱人的勇气。我去楼上收拾衣服，这事就以后再讨论呗。孟之童风火火地逃到卧室了。谈恋爱8字还没一撇，他哪里敢带江衍庭回家？万一露馅，那就麻烦大了。还是等自己成功拿下古板的某人，再带他回家见家长吧。江衍庭刚从外面回来，就见张姨在收拾客房。他站门口问：孟小姐走了？对呀，先生，他没跟你说要回自己家了。张姨说完，江衍庭嗯了声，便转身回自己屋了。一整晚都脸色阴沉的吓人，这是许久没有的状态了。孟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张姨直接迎上去，把她几个大箱子统统都接过来，才在她耳边低语地说：先生，知道您回家，好像有点生气。他现在在哪？正在浴室洗澡。孟小姐，你要现在去找他，可想好怎么哄他了吗？张姨一脸担忧地问。孟之童瞥一眼酒柜的香槟，嘴角微弯地将它拿在手里。张姨，酒壮怂人胆，我想我有办法了。他微醺地站在浴室门外，还来不及摆一个撩人的姿势，门就猛地被拉开。江衍庭见他喝了酒，还穿着薄如轻纱的裙子，喉结一紧，声音低哑地说：偷看男人洗澡，你还真胆大妄为。孟之童笑呵呵的踮起脚尖吻上薄唇，没啥是一个热吻解决不了的。你好没羞。他脸颊一红，眼神都变柔和了。孟之童主动抱住他的窄腰，凑近嗅着淡淡沐浴露的香味，不禁感叹地说：同样牌子的沐浴露，你反而更香。借着酒劲，他说话也更大胆了。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？江衍庭一脸痞笑地盯着他。见过大胆的女人，但像她这样堵男人浴室门口的，也是独一份了。我知道啊，而且想做已经很久了。江先生，你要推开我吗？他笑嘻嘻地抱得更紧了，像是挑衅，但更像是在跟他撒娇。
江衍婷凑近他耳边，轻吹口热气地说：“你抱这么紧，我推不开咋办？”说完，他将任公主抱起，径直往卧室走去了。同处一室2个月以来，孟之童终于冲破某人的最后防线，如愿以偿了。我不是第一次，你很失望吧？一场欢愉之后，孟之童忐忑地问。可能越在乎一个人，就越怕自己的不完美，而让他失去江衍婷吧。确实有些失望，江衍婷假装失落的眼神都暗淡了。那我们，他竟一时语塞了。正在他眼眶微红的时候，江衍婷低头吻上了粉唇。彤彤，我失望是没早一点遇到你，错失很多快乐的源泉。你把我当开心果了。他生气的一撇嘴。感情，他想跟他谈恋爱，他却只想找个开心果，顿时就觉得好委屈。原来你没喝醉啊。他轻笑地勾一下他的鼻尖，宠溺的神色让孟之童将人压在身下，一脸正气地说：“江先生，我是假喝醉，你才是真醉了。”是啊，吻了这么久，不醉也醉了。江衍婷翻身将他拽进怀里，又一次的沉沦在情星好爱之中，起先还扭捏，渐渐的他也享受这份无尽的缠绵了。几个月后，孟之童正在办公室工作，就听同事们在偷偷议论江衍婷有个从未公开的女朋友，听说他们已经相爱5年了。但最近好像听传闻，有个女人知3当3，对他死缠烂打。不仅如此，那女人还住进了江衍婷的家里，真是给咱们女人丢脸。另一个女人也加入进来，压低声音的八卦：“我还有照片呢，你们瞧着像谁呀？”照片十分模糊，但依稀能看得出，躲在江衍婷怀里的女人好像是公司新来的设计师孟之童。一时间，他们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办公室，在他们与他对视上的刹那，吓得几人尴尬的都散开了。孟之童懒得解释，但在出门前，还是没忍住的对刚才八卦最凶的女人轻飘飘地说一句：“你被解雇了。”凭什么？因为我不仅是江衍婷的情人，更是老板的情人。你诋毁他最爱的女人，没告你散布谣言，已经对你很客气了。孟设计师，你少唬我。女人才不信他说的话，但在看到 HR 朝他走来时，瞬间就犯怂了。孟设计师，求你别整我，我家里还有2个儿子，要是被辞退，我丈夫会跟我离婚的。她呜呜地哭起来，死死抓着孟之童的胳膊，就想有个回旋的余地。你离婚，我开心啊。孟之童从不主动挑事，但是有人想背后欺负他，那就只能选择还击了。毕竟在他家公司上班，就算自己不在意，大哥也不会任由传言大肆传播。刚才的辞退信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隔天，网络突然疯传一段视频，正是5年前的那晚。孟之童被前男友扶着走进酒店客房的视频，视频被恶意剪辑，还附上误导人的文字，就让孟之童成为自甘堕落且为钱攀上江衍婷的坏女人。你在哪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江衍婷第一时间就封锁了视频，并且直接报警，一切处理妥当，才拨通孟之童的电话。就听沉默许久后，他才悠悠地说：“衍婷，我好像真成坏女人了。你在哪？我要马上见到你。”孟之童告诉他的位置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打开一看，竟是陶夏可。
他伸手想要安慰孟之童，却被直接闪躲了。我们好像没这么熟吧？陶夏可嘴角泛出一丝苦笑。孟小姐，你现在已经身处逆境，我还能利用你什么？我是真的在关心你。是吗？燕婷马上就过来，你最好提早离开。孟之童想要关门，却被跳出来的金伯远单手拦住了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两人就直接走进小公寓。童童，那晚跟你睡一起的男人就是我。金伯远面露难色地说出真相，就让孟之童直接愣住，心里一阵的恶心，忙跑去厕所吐起来了。你别碰我！感觉身后的手，孟之童慌张地闪开了，而金伯远一脸笑嘻嘻的，上下打量着他，贪婪的眼神透着欲星好望。童童，我也不差，要是江衍婷不要你了，你可以选择跟我，毕竟我们是彼此的第一次，我会很珍爱你的。金伯远，我有提醒过你，不要招惹孟之童，你还敢来他家里？江衍婷绕过他，直接将孟之童护在怀里，在确定他没事后，才温柔地说：童童，别怕，有我呢。他感动地点点头。有个男人出这么大事，还能这么维护自己，孟之童觉得无憾了。陶夏可，网上的视频是你的手段吧？当然不是，我也是在看到视频后，怕他心里想不开，特意过来安慰他的。金伯远，你说跟孟之童在一起了，那你就是犯了强行好奸罪。若是没有，那你就是恶意散布谣言。我已经报警，你就等着被警察调查了。我就是个干活的，都是陶夏可，是他逼我拿出视频，主谋是他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金伯远瞥得一干二净。你要不是强迫我发生关系，会受我要挟。金伯远，你就不配当个男人。原来金伯远怀里的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去而复返的陶夏可。警察同志，他们俩就交给你们了。江衍婷礼貌地将警察局的同志们送上了警车。江先生放心，正义虽迟，但一定不会缺席。小公寓里终于只剩他们了。孟之童一脸蒙圈地盯着他。江衍彤宠溺地在额头吻一下，才将一切和盘托出。我就是5年前跟你有过一夜情的男人，因为你没认出我来，所以我也就隐瞒了。对不起，童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江衍婷没说话，而是从脖子上取出一个项链，正是孟之童丢失的那一个。项链坠子的背面还刻着他名字的英文首字母，这就一切都对上了。童童，你就是那个我等5年的女朋友，一直没有主动联系你，是不想扰乱你的生活。孟之童踮起脚尖的与他对视，我一直狂热的追你，是不是心里暗爽？有点，但我没有戏耍你的意思，只是不想扫你兴。江衍婷一脸真诚地将他拽进怀里，四目凝望，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起初他们只是匆匆过客，分别5年后，他们竟相爱并认定彼此是一生的陪伴，就不禁感叹缘分自有天意。我追你半年，那你再追我3年呗，不然孟之童过不了心里的这道坎。好，追你3年，再宠你一辈子。江衍婷温柔地亲上粉唇，她也大方地回应着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。全剧中，